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你是不是在奇怪，为什么今天的标题是学佛人不要迷信了？相信迷信一词其实是大部分人对佛教的一个看法，但是佛教并不是高谈阔论、谈玄说妙，更不是妄言祸福、占卜吉凶等流。世界上能未卜先知的人不知多少，这是跑江湖的伎俩，好讲神通、妖言惑众，都是在卖膏药。这些人的确能知过去未来，譬如他对你说，我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人来见你，说话又如何如何，或者说你从前做过些什么事情，我都一清二楚。但是他们都有漏洞，或者不断淫欲，或者好财，或者骗色，这是魔的境界。如果有斗争心、贪心、求名求利，专搞个人宣传或个人崇拜，而且又自私自利，不讲真话，当知这人是魔的境界。实话实说，目前中国佛教有很多迷信的色彩存在，有些不合情理的事情，令人起怀疑而不信佛。这种种的地方必须要改革，如果不大刀阔斧修正一番，佛教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。我们要有正信，不要迷信。信大致可分为迷信、信迷、迷不信、信不迷。迷信这人虽迷，但还信佛，不是完全盲从；迷是迷，但有信心，还不是太坏。信迷，信是信，但信迷的，而不信真理，以为在佛前烧越多香越好。一直看小编节目的同修一定知道，香不是烧得越多越好。如果你真的敬佛，只要在佛前供1支或3支便够了，因为你烧香太多，把佛都熏坏了。有人会说，你说错了，佛是不怕烟熏的。你怎么知道佛不怕烟熏？佛是万能的，佛既然是万能的，就不需要点那么多香，1支香便够了，3支香更是有余。迷不信，这种人迷是迷，但他什么也不信。你对他讲的天花乱坠，他仍是不信，他只信自己不吃就会饿，而说现在你教我信佛法，如果你能教我不吃能不饿，不穿能不冷，我就信。这种人真难教化。而信不迷的这种人会生出一种信心，自己开了般若智慧，不盲从，不跟旁门外道跑，但信正确的道理，这才是正信的佛教徒。佛菩萨虽然有求必应，不令众生失望，但是贪求无厌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佛子要改变这种愚夫愚妇拜佛的观念，开导他们为信仰而拜佛，为祈求世界和平而拜佛，要有正大光明的祈求，为人不为己，这才是真正佛教徒的行为。过年我们也接财神，也接喜神，也接贵神。什么是财神呢？你不把你的精气神丢了，这就是财神。什么叫贵神呢？你1年也不发脾气，这就出贵了，所以这就是贵神。你若发心，我明年不发脾气，要把我的性情改变了，就有贵神。你要是在那儿欢欢喜喜的，这就是迎接喜神了。这3个神都在你自己这儿，不过你不会用，所以就跑到外面去找了。再说邪师，邪师外道不但现在各处都有，就是在佛住世的时候也是非常之多，那时候就有96种外道，72个旁门。这旁门左道是比这个正法还兴旺得多，往往人不懂得真理，就投入旁门左道去了。投入旁门左道，害处是很多的，因为你很容易就误入歧途，走到错的路上去。你走到错的路上去，就想要得到利益，反而受了害处，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有不孝的出家人宣传烧纸钱有大用处，让死者有钱可以贿赂狱卒，减轻刑罚。有的人听法师说烧纸钱越多越好，就相信法师所说的话，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人不打妄语，哪知这其中另有秘密，出家人暗中得好处，所以大家心照不宣，狼狈为奸，欺骗当事人的金钱，这种手段多么卑鄙。所以我们要改变烧纸钱的陋习，达到迷信，不要令佛教受不白之冤。佛教不是提倡烧纸钱的宗教。我们佛教徒很多都犯了一个毛病，就是入主出奴，入父出屋，于是就跑各处打游击去，
今天信了1贯道，明天又信了2贯道，后天又信了3贯道，大后天又信了4贯道，再后天信了5贯道，信来信去，可是不知道自己就跑到地狱去了。因为你没有一定的宗旨，各处打游击，各处想要找便宜，结果你喜新好逸，又是学什么密宗，又是学什么鬼鬼祟祟见不得天的道，到最后跑到恶鬼区里做恶鬼，跑到地狱里受苦，跑到畜生里去遭报应，自己还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佛教徒要有则法眼，不要贪便宜贪相应，处处去用贪心来求佛法。今天听人家说显宗好，我就学显宗，明天又听说密宗不错，又去学密宗了。学了一辈子，没有抱定宗旨，没有专一，没有纯一，没有守住这个一，所以这一辈子还是把光阴都空过了。我们佛子要皈依僧，不要皈依邪知邪见那些个邪魔外道。又听他说他有什么好，又说他眼睛会放光，鼻子会说话，耳朵会吃饭，这简直都是妖魔鬼怪才这个样子嘛。一个人为什么眼睛要放光？为什么鼻子会说话？为什么耳朵会吃饭？你想，这不是个妖魔鬼怪是什么？实际上他也不会，不过他要这么欺世骗人，就这么样讲。所以大家皈依三宝了，就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还有邪知邪见。各位信佛的人要研究真理，不要盲从，要亲近有德，远避凶人。凶人就是专门欺负人，有德之人就是不欺骗人。无德的人专用奸诈手段，所以德不存在。唯独不欺骗人的人才能日积月累的修功立德，故其德行存在。所以你们观察人就要从这儿着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那么多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呢？因为人的心里好奇，人有一种好奇的思想，所以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出来了。一旦出来就诱惑人，令你失去真正的主宰，令你把主人翁丢了。没有主人，不管是家也好，国也好，一切就都乱了。看神通，找灵验，这都是被境界所转了。为什么会被境界转呢？因为有好奇的心，但好奇心根本就是一个贪心。奇怪的异端是不正当的事情，不正当的事情就属于魔业，正当的事情才是佛业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失去正知正见，你对他讲真正的法，他听得格格不入，总听不进去，甚至左耳听进去，右耳就出去了。可是你对他说邪僻的事情，邋遢的事情，他就永远都记得，不会忘了。这就证明是人的贪心在作怪。末法时代，人都犯了一种通病，就是好高骛远，以耳待目，听人家说什么好就往那儿跑，跑到那儿好不好也不知道，甚至被人骗了还不醒觉。学这种迷信财色，迷信风水，是非常可怜的。更可悲者，在此魔强法弱的时代，不少冒充为佛教徒，狂称为善知识的人，挂羊头而卖狗肉，打出佛教的招牌，实则行持恶法，卑鄙无比。他们公开赞叹男女娱乐双修，为此事菩提无上道，即身成佛之真传，专以诡异神通炫惑世人。一般无知的人会被其神通所欺诈，误以为是活佛出世，或菩萨再来，实是妖魔鬼党欺世盗名，蛊惑人心。所以我们信佛的人不应该迷信，要破除迷信。什么是迷信？就是糊里糊涂的乱信，别人说什么就信，信迷了。迷信还不打紧，最怕是信迷，信那迷乱颠倒的外道。有人自作聪明，真的他不信，假的他反而去信，这就是迷中之迷。不认识真理，拿真当假，把假当真。佛教是提倡无我的宗教，不允许相面、批八字的存在，更不相信风水，这些伎俩与佛法相违背，背道而驰，所以禁止流通。如果相信这种法，那就有我的存在，一切为我所有，一切为我打算，有我无人，不合乎佛法。医卜星象在佛教中是五邪命之一，不受欢迎。医是医生，替人治病；卜是算卦，预知修救；星是观星，
观星宿，知吉凶，相是相面，知命运顺或逆，这是迷信，要知道人定胜天的道理。出家修道人生死大事都不怕，何况这些小事，更不足为奇。出家人是超出数外，所谓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这种批八字看风水是俗不可耐的人才相信的。要晓得人一生的命运是由业力所感，我们人不要被气柄所拘，不要被物欲所逼，要自己创造命运，把握命运。命运可以改造，多行功德事，自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所谓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古人说君子造命，有道德的人是可以改造命运，超出命数之外的。身为佛弟子，天天求佛庇佑，不外求佛帮助我，或者助我发财，或者助我升官，或者助我开智慧。只知道求佛帮助自己，但没有想想我们对佛教有什么贡献，是不是该拿出真心来？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常常回光返照。不正当的事情就属于魔业，正当的事情就是佛业。所以那些尽教人做一些迷信的事，尽诱惑人，尽教人不认识真理的佛教，并非真佛教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看完了今天的节目后，小编希望各位佛子不再迷信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